看到这个画面，你已经知道今天要讲什么了吧？没错，《捍卫战士独行侠》的官方认证 DLC 终于来了。我们可以在微软模拟飞行，驾驶捍卫小组的 FA-18E 战斗机了。就连电影中的飞机涂装和飞行员头盔都原汁原味呈现。这次我也很荣幸在松仁威秀的 Titan 影厅担任示范飞行的工作，用电影的大荧幕开飞机，比真的飞机还要大。我们飞得越低越好，来，再往下，左边是时速，右边是高度，来，再倒飞一次，这第二个山脉。这飞应该是不错吧？大家好捧场哦！非常谢谢微软台湾和威秀影城办了这么好的活动，把模拟飞行的普及又推广了一步。更棒的是，这次的 DLC 是完全免费的。如果你已经拥有微软模拟飞行，就可以直接安装；还没有的话，那就是你投入捍卫战士的大好机会了。只要订阅 Xbox Game Pass， 你就可以在 PC 或 Xbox 主机畅玩包含微软模拟飞行的上百款游戏。连结还有我的游戏账号放在影片资讯栏，欢迎来跟我一起联机飞行哦。本片由 Xbox 赞助播出。让我们回到游戏里面，我已经把这次的捍卫战士 DLC 全部 A 级通关了，包含了低空飞行、航母降落，还有 FA-18E 教学里面的3堂课程。接下来的片段中，我会分享一些游戏中没有告诉你的技巧和秘诀，还有一些我私藏的小工具。只要你照着下面的教学去做，一定可以飞出漂亮的成绩。看完之后，如果你也拿到 A， 记得留个言给我。首先，先来介绍一下 Training 课程里面的 High Performance Takeoff。首先，先轻推一点油门之后，轻轻踩右边的角舵。如果你是摇杆的话，就是右边的 RT 键。这边建议可以想象你那个机身的中心点是在你的背后，那你要用背后去对中心线，而不是用你现在这个位置。所以我们要超出去一点点，再回来。当你对齐了之后呢，就把刹车踩起来，让飞机停住。接着呢，把你的油门推到一半的位置。当你听到 OK Max Power 的指令之后，就把油门全推，把后燃气打开。如果你今天用的是手把的话，就把 A 键按到底，放开再按住，你就把后燃气打开了。接着轻微的抬头，收集起落架，把精液收到 Auto 的位置，把抬头显示器里面的飞行向量控制在10度角。爬到300节之后，它会继续要求你抬到45度角，这个角度蛮高的哦。那我们可以一次到位的话，分数就会比较高。对齐之后，轻微控制住你的摇杆，让它不要跑走。然后我们继续爬升到1万英尺，这个关卡就结束了。这个就是女教官说我长得很好看，这样就完成 A 级了。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堂课的评分标准是起飞前对齐跑道，起飞之后对准10度，还有大仰角爬升之后对齐45度。如果你想获取更高的分数，可以往这3个方向前进。第二堂训练课 Ridge Crossing， 这个开始稍微有点难度了，它必须要先爬升到高处，在云的顶端进行滚转，然后让飞机贴齐地形滑下去，最后回正。这个的技巧是按下开始后先进行压杆，让飞机压回19000英尺。它开头的时候飞机故意翘高，所以你一定要压回来，盯好你的飞行向量，压到接近19000英尺的时候回正。虽然它是要求你停在19000英尺，但其实正负30英尺都不会扣分，所以你可以游走在这个范围里面，一边维持这个高度，一边注意任务通知。好，你看通知来了，这个时候缓缓的带杆，把你的飞行向量爬升到10度角。我们爬这么高的目的是待会到云上面要有一个平飞的动作，留一点空间给待会做翻滚，因为如果你滚翻碰到云就会被扣分。爬到20500开始推杆，改平收在21000英尺。接下来的动作要一气呵成，当你收到下一个通知，立刻转，而且你不能转到底哦，你必须要转到斜斜的45度，这个是135度角。同时我们要做带杆的动作，让它到负25度角，一到就转回来。一边滚转把飞机拉回正面，同时带杆让飞机回到水平线，然后把高度修正回18500英尺。你看我们现在少了一点，所以我们爬升一点。好 ，OK 了，够了。那我们把飞行向量放回中间，就会刚刚好锁在18500。好，慢慢的接近，好接近了，好贴回来18500，就在这个地方停住。这样子，这个滚转的操作就完成了。这个关卡的评分要点是你开头跟结尾的高度必须要锁得刚刚好，尽量是误差在30英尺以内。还有就是你必须要提早爬升到云的顶端改平，在水平的状态下，你比较好达到135度角。同时你可以贴一个量角器在荧幕上，这样子的话角度就会很准了。第3堂课 Split S Maneuver， 它需要先将速度锁到350节，滚转到上下颠倒之后，一路带杆到你回复水平为止。
这边要先抓一下油门的位置，把速度控制在350节上下。这个关卡如果你有油门轴的控制感的话是最好的，那如果没有的话，你 Xbox 摇杆你必须要轻轻的去控制油门到正确的位置。我们要用多退少补的方式，让它在350节的速度上下。接着等待任务通知。好，通知来了，我们现在要进行滚转。我们开始把飞机一边转一边稍微压杆，转到刚好180度停住。接下来把油门全部收掉，开始进行拉杆。这边不可以一次拉起来，你要缓缓的慢慢越拉越大，但是过程中不可以超过7.5个 G。慢慢的拉，看我们承受的 G 力，还有空间，那我们继续多拉一点。好，我们角度要转正了。好，转正之后继续维持原本的角度不要去晃到机身。这边要盯着中间那个飞行向量的位置，当它回到负10度以上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一个前推的动作，让你拉杆的动作变小，不然你会超出去。把飞行向量对准中间的水平线，就可以顺利过关了。这一关的评分重点，第一个是开头的速度控制，第二个是你做滚转的时候，你动作有没有干净利落180度。再来第3项就是你有没有使用刚刚好的力量，不要拉过头，那最后放开的时候你是回到水平线上的。再来就是你整个动作做完有没有进行一个水平飞行。好的，以上就是 FA-18E 3个训练课程，可以让你拿高分的方法，希望可以对你有帮助。接下来我们到 Challenge 挑战页面有一个你们应该都很想要知道的，那就是拉到最下面会有一个航空母舰的降落挑战。我们可以看到画面的右边有显示，降落航母需要同时达成2个条件。第一个是 AOA on speed， 这里的 AOA 是 Angle of Attack， 就是攻角的意思。这边要特别先说明一下，这个像英文字母大写 E 的这个符号，这个叫做 E bracket， 它在你放起落架之后就会显示出来。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功能，要怎么使用它呢？当你的飞行向量在 E 的最下端的时候，这表示你太快了，你必须要收油门。那如果你飞行向量刚好对到1的中间，那表示你现在 on speed， 你刚刚好。那如果你飞行向量往上飘了，飘到最上面的话，那就是你速度太慢了，请加一点油门。这个系统可以帮助你抓到飞机下降的时候的正确攻角。有一些机型的民航机也可以在驾驶舱内找到左边那个黄绿红的灯号，可以让你在下降的时候知道自己攻角对不对。另外一个 Fly the Ball， 它是要你对到航空母舰上的下滑道的指示灯。这个灯呢，俗称 Mid Ball。飞机在下降的时候，在空中会有一个理想的下滑道。黄色灯如果在中间的话，代表你在正确的下滑道高度。那这个黄色灯太低的时候，你要拉高；太高的时候，你就要降低高度。附带一提，这关卡真正开始打分数的时间，其实是在最后一段就是我们最后听到驾驶喊出了 Ball。那个时候开始才是打分数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前面都是在做前置作业，为了让你最后的 BOW 之后的那个时刻，那个一小段降落可以完整的贴在正确的下滑道，还有正确的攻角。好的，那我来示范给大家看一次。一开始有个小技巧跟大家分享，因为我们要控制的东西太多了，但是我们尽量一项一项来，会做的比较好，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先控制油门就好，其他东西不用动。你们可以仔细看，油门带动了右边那个小三角形，然后其实是这个三角形带动了飞行向量的上升跟下降好，这样就是有抓好攻角了。所以你加油门就会抬头，收油门就会低头。然后飞机本来就会往左边飘，飘到船的左上角的时候，右转一点点，把它停下来。根据我自己的经验，只要你的飞行向量不要沉下去低于航空母舰，放在大约这个蓝框框的范围里面，你就会在这个前期准备的阶段下滑道是对准的。现在我们要尽量维持这个位置不动，直到下滑道的指示灯出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位置是正确的。接下来就会有点忙了，因为你要一边看上面的灯号修正你的油门，然后一边呢，我们必须要开始往右转，我们要开始对正到跑道上了。那要怎么知道自己转动的角度呢？稍微瞄一下下方的小指标，可以发现你的飞机在往左边还是右边缓缓的偏转。你可以仔细看船尾有一个绿色灯泡在发亮，当它变成橘色的时候就是对正了。一般来说，这个地方如果你要对到下滑道的话，那你的飞行向量应该要放在船尾甲板的上面，但是不盖住船尾甲板。而到这个地方还是要记得都是使用油门来收放。那我的摇杆会握着，只是我要左右摆动，这样子的话，你才可以全程获得攻角的评分。这边差不多就要开始计分了。
这边在降落的时候，一样是要轻轻的控制油门，看着上面的灯号，把飞行向量放在跑道尾端的地方。除了降落的时候稍微要左右控制一下，不要偏离跑道，然后呢下滑道必须要对准之外，我们在落地前的一瞬间，必须要把油门推到一半以上。这个动作很重要啊，游戏里没做的话会扣分，现实里没做，你万一没勾到绳索，你飞机都填海了。有勾到的话就会减速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油门收掉了。好的，这样子就完成航空母舰的降落挑战了。好，我们去下一页来看一下这一次飞行的各项成绩。第一个评分要点是下滑道，第二个是攻角，第三个呢是它4条拦截索，你踩到哪一条？那最完美应该是第3条。我这边做的示范，就把第1项跟第2项的动作做到满分给你们看。不过第3项我虽然勾到正确的绳索了，但是好像还差了1颗花生的距离。那我相信你可以飞得更好，所以期待你们可以飞出200万分的成绩了。接下来讲一下低空飞行挑战的部分了。那这个挑战的目的是你要做出低飞，但是又尽快完成路线。这5张地图的地形风貌都差非常多，所以你不能用同一种路线跟飞法去完成它们。这每个地图进去，你都会用油门推满的速度，而且是开了后燃器的速度开场。你如果没有做收油门的动作，你就会持续用 Mach 1，就是1马赫的速度，1倍音速去前进。在空旷的地方，你可以用超音速飞行，但如果是很多山谷或者是很多急转弯的地方，你可能需要收油门，不然在那些地方你会挖不到够低的位置。简单来说，第1张图、第3张图还有第5张图都可以开后燃器。第2张你很难找到明显的直线路线，而且都有很多条横向的山挡住你。然后第4张呢，是它高低起伏非常大，而且有很多小的急转弯。所以我建议2跟4的某些地方，你可以收一点油门，去赚到多一点的地形分数。跟你们讲个小秘密，我全部通关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它有的图片有开后燃器，有的图片没有开后燃器。其实这个就是提示了。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第4个关卡 Yaner Glacier， 这个是阿拉斯加的冰川。这一道地图一共有4个高山要翻越，那我们翻越高山的时候，按照我们前面的课程教的，我们要稍微的去倾斜机身，然后做滚转的动作。你不一定要完全翻过来，可是你倾斜机身一定可以让你翻过去的时候离地板更近，而且视野会很辽阔。我们可以用像这样子左右倾斜的方式去贴地。不一定要真的要推杆，你可以用左右倾斜的方式去挖地瓜。但我们这个地图里面的它有很多像这样的急转弯，你必须要用急转，你不能直线走。那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地方都是甜蜜点，所以前面的地方你可以尽量的压低高度，去赚到一些地形分数。直到前方的第2座高山之前，你都可以尽量的压低高度，不需要减速，因为这边都非常空旷，也没有什么大型障碍物。接下来前方这个第2座山上去，我们必须要收一点油门，加上我们要完整的倒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前面这座山之后下去是一个很深的沟，我们必须要从这边开始收油门。如果你是手把的话，收2秒钟的油门就好，不用全收啊。好，上到山顶之后倒翻，翻到上下颠倒之后开始带杆，带到你看得到视野之后就停。好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再转回来。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如果你刚刚没有减速的话，你这个地方拉起来，你有可能会G-lock，会居力昏迷，所以要小心。你可以听到他的大口呼吸，就是他在承受很强大的居力。好，这边第3座山倒飞之后没有很深，所以回正之后要马上回来。好，接下来开始找路，左边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左转之后再右转，接下来路就很平了，所以接下来开始我们就开后燃器，把速度拉到最快。然后开始贴地飞，你看这边接下来就是平原了，一路就到最后的一座山。好，前面有一个 Go 的位置是我们的终点。好，注意这个蓝色箭头。好，继续往前慢慢贴地，抓好高度之后呢，往这个终点的方向飞过去。那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有10个 section， 这每一个 section 都会独立评分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的右上角看到的是第8个 section 了。最后这边最后一个山爬高之后，这个山翻滚完尽量的挖，尽量的挖，最后一个可以挖到底，因为最后一个是平地的，尽可能就挖到贴到地面，贴好之后再回正就好了。好，一样注意不要居力昏迷。好，这边最后平地就是尽量的贴地板，去赚取最后的1点分数。在低飞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注意飞机一定要是水平的。
好，这样就完成这一趟关卡的挑战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其实可以使用一个很棒的插件，这个插件叫做 Pilot Path Recorder， 这是一个很酷的插件哦。你可以把你的轨迹录下来之后，变成 KML 档，丢进去 Google 地球里面，你就可以显示出你刚才飞行的完整路线，而且这个路线是3D 的哟。你可以从3D 的图里面看到，其实很多地方我们有飞得好的话，它就应该会贴在那个山的线上面，会贴合地形的。那回到游戏里面，你可以看到你刚刚的路线跟你之前自己飞的比较好的路线做比较。这个地空飞行真的是非常有趣哦，你可以用很多的数据去探讨，然后你可以知道自己哪些路线可以更新，飞得越来越好。我这边另外再用一个关卡来做示范好了，这个是我觉得里面最难的第5张地图 Toyabe Canyon。首先，你看到这个平坦的地形，先不要高兴得太早。这个平坦的路线有可能会因为心魔的关系，让你想要飞得很低很低赚分数。可是前方不远处呢，就会出现丘陵地，你必须要微微的扬起，去迎合它的角度。所以，你如果要这边飞得好的话，你可能要先把这边的丘陵地有几个都记好。这边我算的是3个了。好 ，OK，3个结束之后呢，我们开始都是平地了。这个地方就可以再次的压低高度，但前方又开始出现丘陵地。好可怕！这个地图，尤其是你只差一点分数就可以拿到 A 的时候，你真的会很想要贪心的偷偷挖下去啊。接下来呢，前方这个路线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，不要碰到树就好。像我们在这种平坦的地形，就可以注意一下右边的高度计。我们的高度计上面有写一个 R， 表示现在是侦测到的是雷达高度，就是你距离地面的高度，可以用这个东西来估一下你飞机会不会撞到地板。这边我选择是收油门之后进行倒飞。下去之后呢，这边就有很多路可以选了。我自己是习惯走左边了，左边有一条路，沿着山壁往下探之后，前方右转就会有一条路可以走。那这一条路其实它还是相对来说急转弯比较多的，所以建议这个时候油门还是不要推到底哦，可以稍微放慢一点没关系，至少我们可以贴地贴得近一点。倾斜机身的时候，记得要带杆跟推杆去控制飞机的高度。好，抓到的高度差不多都是在100上下是最好的。你可以看见这边开始都体现出这地图刁钻的地方了，它有很多很多的树，而且它都是急转弯。我在一开始练这个地图的时候，我有尝试过用比较快一点的速度飞，但是分数完全不够。这个地方往前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，我们要往左走，不是往右走，因为按照山谷的路线，你可能会想往右，但是不对哦 ，checkpoint 在左边，所以你必须要往左边上山了之后，来，我们这边有个小山坡，上山之后往下探，这边会出现另外一条新的峡谷，这边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，可以利用这个峡谷好好的赚分数。继续压低，前方这个地方要特别要注意，这里有一个急转弯。这个急转弯，如果你没有减速的话，你有可能会居力昏迷。那我们现在速度是够慢的，但你看我过来的时候，我一样拿到了快6个 G 哦，非常非常的可怕。好，为什么会叫你们走这边呢？是因为其实它那个右边的 checkpoint， 它的判定很广，所以我们继续走这条路之后，我们就会不小心踩到右边的 checkpoint， 可以继续往前走了。你看哦，我们继续沿着路线走，好，继续走，继续走，你看。我们已经踩到右边的 checkpoint 了，我们可以继续直走，直走就是最后 go 的方向了。我们就不需要走原本比较难走的路线了，因为原本的路线其实是看到 checkpoint 之后呢，你要做急转弯往左边转。这边最后一座山，它的高低差也蛮高的，所以我们一样是必须要用上下颠倒倒飞的方式去越过这个山脉，让我们可以贴合地形。但是倒飞之后要马上回正，好，因为快要到结束终点了，好，回正。那如果遇到这个通知的话，就是告诉你说你现在已经到了游戏的边边了，小心不要开出界。啊，继续往前。这个地方我没有探下去，是因为我现在速度还是太快了。如果要下去的话，我必须要收油门，所以这个都是你要取舍的地方。啊，最后一个倒飞结束之后回正，把机身回正的时间点要看你有没有全油门。如果你有油门推到底的话，你要提早做回正的动作。然后接下来只要低低的飞，就会完成这张地图了。你看这个地图哦，非常非常的刁钻。我已经飞得相当低了，但是我其实只有高于 A 级标准，高5000分而已。这个地图的难度真的偏高，但是如果你征服它之后，你会得到很高的成就感。
我很期待看到你们在这个地图里面得到很好的分数，期待可以看到你们的好成绩。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测录到这一场的3D 的数据，前面都很平，几乎是一直线完成哦，但是后面就有很多高低差非常高的山，非常可怕。好的，我们今天已经把《捍卫战士独行侠》DLC 几乎所有的关卡都给大家分析过一次了。希望我今天这支影片可以帮助到你获得更好的分数。那如果你有拿到 A 的话，欢迎可以留言跟我分享一下。看到这边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分享，顺便写下你下次想要看我拍怎么样的模拟飞行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回见喽！我是星期天，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